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台南，一座融合了古老与现代的城市，城市的喧嚣和历史的痕迹交织在一起。尤其是安平区，这个靠近海边的小镇，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息。安平的海岸线延绵，随着潮汐的涨落，水域中的波光粼粼，似乎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小婷，年轻的城市女孩，因为家中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来到台南。这座城市的气息与她熟悉的都市生活截然不同，她渴望寻找一份安静，想要在这里疗愈内心的伤痛。她并不相信所谓的灵异故事，然而正是这种怀疑成了她与未知世界之间的薄弱防线。她租下了一间靠近海边的小屋，周围环境清幽，空气带着咸湿的海风。白天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木质地板上，傍晚却总是有些阴郁。尽管是夏季，但每到傍晚，空气却总是冷冷的，让人不禁打个寒颤。刚搬进小屋不久，小婷便遇到了阿俊。阿俊是当地的渔民，年约30，身材结实，皮肤黝黑，给人一种憨厚的感觉。他在小镇上经营着一间小小的水产摊位，性格直率，总是带着些许神秘感。阿俊似乎对这片水域有着某种特别的情感，常在闲暇时与小婷聊天，分享着安平的一些历史故事，也包括一些古老的传说。你知道吗？安平这附近有个水鬼的传说。阿俊某天在黄昏时分突然开口说道。小婷听后忍不住笑了笑。水鬼？你是说像电影里那种幽灵啊？阿俊点点头，但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同寻常的神色。类似，只是这个水鬼可不是随便就能见到的，他常常藏在深水里，每年总会有人莫名失踪，没人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但所有人都说是水鬼把他们拖下去的。小婷愣了一下，挑眉问道：真的假的？听起来像是都市传说。阿俊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这地方神秘的事情多得很，不管信不信，最好还是小心点。尽管小婷对此持怀疑态度，但她还是决定在这片海边继续生活，毕竟新生活的开始带给她些许希望。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些让人无法忽视的异常。几天后，小婷发现阿俊似乎变得有些古怪，每次与他相遇时，他的神情总是有些急切，好像隐瞒着什么。直到某个晚上，小婷终于得到了答案。那天傍晚，天色渐暗，小婷照常走到海边散步，海风依旧带着咸腥味，但却让她感到一种莫名的压迫感。她靠近一个废弃的池塘，突然听见一阵扑通声。她回头一看，发现阿俊的渔船停在了岸边，船上空无一人，但船帆却在微风中剧烈摇晃。他走进池塘，忽然感觉背后一阵凉意袭来，猛地回头，竟然发现阿俊站在他身后，眼神异常空洞。那一刻，小婷心中一阵不安。阿俊，你怎么了？小婷问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阿俊没有回答，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神情复杂。然后他转身走向海边，消失在薄雾中。小婷心中一阵不舒服，但还是强迫自己淡定下来，准备离开。然而当她第二天早晨去找阿俊时，却收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：阿俊失踪了。昨晚他本应该回家，但直到今天早上，他的家人和邻居都没有见到他。更令人心生不安的是，阿俊的渔船被发现停泊在那个池塘附近，而船上的所有东西都被打乱，好像发生了什么异常的情况。更奇怪的是，附近的渔民告诉小婷，昨晚的海面上突然传来了异样的低沉声音，仿佛有人在海中呼喊，但没人敢去查看。有人猜测阿俊可能是被卷入了海里，或者发生了什么意外，但没人敢深入探究。当警察开始展开调查时，他们在池塘边发现了奇怪的足迹。那些足迹并不像是正常人走过的，而更像是湿滑的东西留下的，深陷水中的痕迹。更让人惊悚的是，池塘的水面仿佛曾经有人在上面漂浮过，
但没有任何遗留的物证。这一切都在无声地向小婷揭开了一个沉睡的恐怖故事。阿俊失踪后的几天里，小婷的心情变得愈发沉重。她本以为自己来到台南是为了逃避过去的痛苦，寻找到一丝宁静。然而随着阿俊的失踪，她发现自己无意间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漩涡。她开始回想起他最后的那些话，尤其是他说的最好还是小心点。那句提醒像是一把冰冷的刀，刺进了他的心。他无法摆脱心头的阴影，心中不断回荡着水鬼的传说。他决定深入了解这段历史，解开阿俊失踪背后的谜团。有一天，小婷在市场上遇到了一位年长的老人，站在安平的一处古老庙宇旁，似乎在默默祈祷。老人身穿简朴，脸上带着些许皱纹，眼神却异常锐利。小婷本能地感觉到，这位老人似乎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。他鼓起勇气走向老人，开口问道：“请问，您知道关于水鬼的故事吗？”老人抬起头，盯着小婷看了几秒钟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，然后缓缓开口：“水鬼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好几个世纪，这里的水域有着无法平息的怨气，很多人死在这片水域里，他们的魂魄无法安息，永远徘徊在水中。”老人的声音低沉而缓慢，每个字都仿佛带着某种不祥的预感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依然会有失踪事件？难道真有水鬼存在吗？小婷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心中的疑虑越发加深。老人看了她一眼，声音更加低沉：“水鬼不是你想象中的幽灵，他们不直接现身，而是通过你的内心感染你的痛苦和绝望。他们用自己的幽灵气息诱使那些内心脆弱的人接近水域，一旦你心中充满了孤独和无助，他们就会找机会将你拉入水中。”小婷觉得浑身一阵寒气袭来，仿佛听见了从水底传来的低沉呜咽声，心跳也不由得加快。她继续追问：“那我们该怎么避免呢？”老人缓缓摇头：“水鬼的力量不是我们可以轻易抵挡的，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能避免被他们引诱。但那些迷失的灵魂已经永远无法超脱。”小婷回到了自己的小屋，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恐惧。她在黑暗中坐下，回忆起老人的话：“水鬼不是幽灵，而是通过内心的痛苦来侵蚀你。”她的心跳变得越来越急促，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水鬼的陷阱。每当夜晚降临，她就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。海风吹过窗户，带着微微的湿气。她发现每晚都似乎能听到一阵阵模糊的呼唤声，像是从远处传来，又仿佛近在耳边。她会不自觉地回头，发现自己依旧孤身一人。渐渐的，她的梦境也变得越来越奇怪。梦中总有一只湿漉漉的手在拉着她，带她走向深邃的水面。有一天夜里，小婷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她的心脏跳得异常急促。她侧耳倾听，隐约听到从窗外传来的低沉呜咽声，仿佛有一个人在水中挣扎。她强忍着恐惧，打开窗户，外面空无一人，但那声音却依然存在。忽然，水面上闪过一道微弱的光，她瞪大了眼睛，发现水面上竟然有一个模糊的身影正飘然而过。她心中猛地一紧，那种无法言喻的寒意再次席卷而来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她喃喃自语，脸色苍白，额头上的汗珠开始渗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婷彻底陷入了恐慌之中。她变得越来越焦虑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总是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压迫着。她开始无故地看到水面上泛起异样的波动，听见模糊的低语声，仿佛有某种看不见的存在正在等待着她。一个晚上，正当她准备去睡觉时，忽然听见窗外传来扑通一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落入水中。她赶紧跑到窗前，透过窗户，她看到不远处的池塘水面异常平静，月光照在水面上，银白色的光芒如同鬼魅般的倒影。她几乎没有思考就冲了出去，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。当她来到池塘边时，突然一阵风吹过，池塘的水面开始剧烈的波动，伴随着一阵阵低沉的水声和窸窸窣窣的脚步声，似乎有某种东西正在从水中慢慢升起。就在她的眼前，池塘的水面突然泛起涟漪，
一个人影缓缓浮出水面，衣服湿漉漉，头发凌乱地披散在肩上，眼睛空洞无神，死死盯着他看。小婷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她后退几步，瞬间感到一阵无法言喻的恐惧。那人影似乎没有动作，只是站在水边，死死地看着他，仿佛等待着他的靠近。小婷的全身发抖，突然间，她意识到那个人影的眼神和阿俊的眼神几乎一模一样。在经历了那晚的可怕遭遇后，小婷再也无法平静下来，她的每个夜晚都变得充满了恐惧和不安，心中那股无形的压迫感仿佛随时都会吞噬她的一切。池塘那一幕总是在她脑海中反复回荡，那个从水中浮现的人影，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，和阿俊在最后一刻那不自觉的目光重叠，令她无法忽视。她尝试找回自己的理智，告诉自己这一切可能只是幻觉，水鬼的传说不过是民间的恐怖故事罢了。但无论她如何告诉自己要冷静，心中的不安却如影随形，时刻提醒着她，她可能已经卷入了某种无法逃脱的命运。某个阴沉的下午，小婷决定再次前往池塘，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她知道自己不能再逃避下去，必须直面这个恐惧，才能找出背后的真相。她带着手电筒，穿过一片荒废的树林，来到池塘边。池塘的水依旧平静，像一面镜子，反射出她的身影。四周静悄悄的，除了偶尔传来的鸟鸣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沉默笼罩。她站在池塘边，凝视着水面。突然，一阵风吹过，水面泛起了涟漪。她有些不安地向四周张望，心跳加速，却没有看到任何异常。就在她准备离开时，水面忽然泛起了异常的波动，那波动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下游动，而水面上逐渐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身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小婷的声音几乎被风吞没，她不由自主地向水面靠近，目光紧紧盯着那个身影。随着水面波动的加剧，身影逐渐变得清晰，竟然是一个人形。那个女人穿着白色的衣服，长发凌乱地漂浮在水面上，她的眼睛没有瞳孔，空洞的眼神死死盯着小婷，仿佛在注视着她的灵魂。小婷的身体僵硬，心脏的跳动几乎让她无法呼吸。她想转身逃跑，但双腿却像是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，无法动弹。她的视线被那个女人牢牢吸引，那张苍白的面孔仿佛能透视她的一切。恐惧和压抑感瞬间涌上心头。你看到我了吗？那个女人的声音突然在她的耳边响起，低沉空洞，却又清晰可闻。小婷猛地一惊，瞬间回过神来，赶紧转身准备逃离，但脚下似乎陷入了泥潭，几乎无法动弹。她的视线还被那个女人牢牢固定。她猛地回头，却发现那张脸已经从水面消失了。水面恢复了平静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而小婷的心跳依然剧烈，她浑身冰冷，呼吸急促，仿佛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噩梦。回到小屋后，小婷的情绪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。她晚上再也无法安然入睡，心头的恐惧像沉重的负担，时刻折磨着她。每当闭上眼睛，脑海中便充斥着那个女人的脸，那种空洞的眼神，每一次都仿佛要将她吸入黑暗中。更可怕的是，她开始在梦中与那个女人面对面。每一次梦醒时分，她都会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，仿佛那女人就在她的身旁，随时准备拉她进入水中。某个夜晚，她终于忍不住再次梦见了那个女人。她站在水边，水面冰冷如镜，而那个女人站在她的面前，缓缓伸出手，嘴角微微扬起一抹诡异的笑容。她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你看到了我，为什么不来？来吧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小婷的心脏几乎跳出了胸口，急忙转身想要逃跑，但却感觉脚步越来越沉重，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拉制着她。她扭头看到那个女人的眼睛已经变得异常深邃，仿佛将整个世界吞噬。她奋力挣扎，但依旧无法逃脱，脚步像是陷入了泥潭，每走一步都变得愈加沉重。她忽然明白，那种无法逃避的感觉，正是水鬼在她内心深处植下的种子。它并非用力量将人带走，而是通过无形的压迫感，让人内心的恐惧和绝望逐渐崩溃。
最终诱使你走向死亡的深渊。几天后，小婷再次遇到了一个老渔民，名叫老李。这个老人是镇上为数不多的见证者之一，知道关于水鬼的许多事情。他决定向他请教，试图找出水鬼的真相。你知道水鬼的真正面目吗？小婷问道，声音中有些许颤抖。老李望着他，沉默了许久，最终缓缓开口，水鬼并不是真的鬼魂，它是一种灵体，存在于那些死于水中的人的痛苦和绝望之中。每年都会有一些人在水中溺亡，他们的怨气和痛苦积聚成了一股力量，化为一种无形的存在，游走在水面上，吸引着心中充满痛苦和回恼的人。老李的话像是打开了小婷心中的一扇门，他终于明白，水鬼的力量并不是直接的幽灵，而是通过每个人内心的伤痛和孤独来感染他们。只有当一个人心中充满绝望时，水鬼才会趁机出手，将其拖入深水。那阿俊，他以小婷咽了口气，难以继续问下去。老李叹了口气，点点头，是的，阿俊心中的痛苦和孤独最终导致他成为了水鬼的目标。那些无法摆脱内心伤痛的人，才最容易被水鬼所侵蚀。小婷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。原来水鬼并非无所不在的恶灵，而是人心中的黑暗面化作的噩梦。他再次回想起自己内心的孤独与悲伤，是否也在悄无声息地将他推向了那个深不见底的漩涡。小婷的内心变得愈加脆弱，每个夜晚她都能听见那来自水中的低语，仿佛水鬼的影像正在潜伏在她的梦境和现实之间，慢慢侵蚀她的心智。尽管她明白自己正在经历一场灵异的考验，但她依然无法摆脱那种无形的压迫感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不断将她推向深渊。那天夜里，小婷再次做了一个噩梦，她梦见自己站在池塘边，周围一片寂静，夜空中没有一颗星星，黑暗吞噬了一切，池塘的水面静如死水。突然，水面开始泛起波纹，远处传来一声低沉的呼唤声，仿佛有人在叫她的名字。小婷她的心脏猛烈跳动，呼唤声一遍遍地回荡在耳边，她感到自己无法控制地被吸引向水面。她开始不由自主地走进池塘，脚步渐渐加快，直到她站在水边，仿佛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。突然，水面中浮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阿俊。他的眼神空洞，面容苍白，看起来像是溺水多日的尸体。即便是死去的阿俊，也未曾放过他，仿佛依旧在用那种无法言说的力量召唤他，诱使他向水面走去。小婷过来。阿俊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带着一种令他无法抗拒的召唤。他伸出手，几乎不由自主地想要抓住那只从水中伸出的湿漉漉的手，但就在他的手指触碰到水面的瞬间，突然感觉到一股极大的冷意，像是冰冷的铁钳紧紧扣住了他的心脏。他猛地惊醒，整个人大汗淋漓，心跳剧烈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还在眼前。他终于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梦，而是水鬼的无形力量，正通过梦境和现实交织的方式不断逼近他，企图让他彻底迷失。小婷的生活彻底崩塌了，她越来越无法分辨梦境与现实，白天和夜晚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房屋里的每一丝声响都让她紧张得无法入眠。她开始看到越来越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，水面上不断浮现的影像，越来越近的呼唤声，渐渐模糊了她的理智。有一天傍晚，她走到海边准备散步，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，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，一切看似平静。然而，当她走到一处小岩石旁时，忽然看到远处的海面上浮现出一个身影。那是一个女人，穿着白色的长裙，长发飘动，站在海浪中，目光死死盯着她。小婷的心脏一阵剧烈跳动，头脑发昏，她赶紧转身想要离开，却发现自己突然脚步沉重，仿佛地面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。她努力挣扎，却怎么也走不动。那个女人的眼神越来越空洞，逐渐模糊，直到变成了一个完全无法辨认的面孔。她几乎要崩溃了。这一刻，她知道，水鬼的力量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水面，而是渗透到了她的现实生活中，悄无声息地操控着她的每一个动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婷变得越来越焦虑和疲惫，她无法找到安宁的时刻，
白天的阳光也无法驱散内心的阴霾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在精神崩溃，还是确实陷入了某种无法逃避的灵异事件中。他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去尝试查找更多关于水鬼的资料，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来对抗这种邪恶的力量。然而，所查到的每一篇文章，每一条留言，都似乎只是在加深他的恐惧。他开始觉得，这些资料中的每一句话，都像是对他内心的无声告诫，仿佛他已经深陷其中。有一次，他在镇上的图书馆找到了一本关于水鬼的旧书，书中的文字充满了神秘和恐惧，讲述了水鬼如何通过折磨人的心智，逐步让人陷入精神的深渊，最后彻底吞噬一个人的灵魂。他翻开书的第一页，突然之间，整个房间仿佛被一股冷气笼罩，书页上出现了奇怪的湿痕，就像有水滴从书页上滑落。他抬起头，发现四周的书架似乎有些微微震动，图书馆的灯光开始闪烁，周围的人影也变得模糊不清。他听见耳边传来一种低沉的水声，仿佛有无数双眼睛正在注视着他。小婷，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低沉而空洞，仿佛从书本的深处传来。他的呼吸急促，几乎要窒息。他慌乱地关上书本，猛地站起身，冲出图书馆，逃回了他的小屋。但即使他回到家中，恐惧依然无法消散。他发现每个房间似乎都弥漫着一种湿气，空气中弥漫着水的气味。他用手电筒扫过角落，突然发现墙壁上有一道道诡异的湿痕，像是水滴被某种力量拉扯着，顺着墙壁慢慢下滑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意识到，他再也无法逃避了。水鬼的力量已经渗透进了他的每一寸空间，他的生活已经被他彻底控制。小婷决定采取行动，尝试寻找水鬼的根源，摆脱他的控制。他知道，只有找到水鬼存在的真正原因，才能打破这层迷雾。于是，他开始深入挖掘与安平水域相关的历史，向更多的当地人请教。他来到一个年迈的渔民家中，老渔民的眼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恐惧。这片水域的水鬼，早在几百年前就存在了，每年都会有一些人消失在水中，没人在乎，直到那股怨气汇集成了水鬼。那些失踪的人，其实不是死了，而是被水鬼拖进了水底，变成了他的一部分。他的话让小婷如遭雷击，原来水鬼的存在与这些失踪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而每当水鬼想要吸取新的灵魂时，他会通过引发人的心理痛苦，操控他们的情绪，逼迫他们走向深渊。他不禁深吸一口气，心中一片茫然。他知道，他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灵异现象，而是一个超越人类理智的恐怖存在。只有直面它，才能找到一线生机。小婷的内心几乎已经不堪重负，每天都在与水鬼的恐惧做斗争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噩梦。尽管他多次尝试通过调查水鬼的根源来获得答案，但每一次的尝试都像是在无底的黑暗中徘徊，无法看到希望的光芒。他开始感到，水鬼的力量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水域，而是像一种病毒，逐渐渗透进他的生活与灵魂。他决定彻底面对这个恐惧，不再逃避。通过老人提供的信息，他得知水鬼的源头可能与一段久远的历史密切相关，而那段历史正是镇上几百年前发生的一场悲剧。那时，镇上的水域曾是一个祭祀的场所，传说中，某个被祭祀的水神因被亵渎，化为水鬼，开始在每年汲取人命，以复仇。小婷最终决定深入水鬼的发源地，那片被古老传说所笼罩的神秘湖泊。那片湖泊已经不再为人知晓，成了一个无人涉足的禁地，远离了任何人的视线。他来到湖泊的边缘，站在干涸的岸边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腐朽的气息。他感觉到一种来自水底的深深压迫，好像无数的双眼正在窥视他的每一个动作。如果我能找到源头，或许能打破这个诅咒。他暗自下定决心。小婷穿越了丛林，深入湖区，经过一片荒废的石屋后，他终于来到了一座古老的祭坛。祭坛上覆盖着厚厚的苔藓，石块破碎而模糊，但仍能隐约看到那些古老的符咒。他跪下仔细观察，终于在祭坛中央找到了一块刻满复杂符文的石碑。
当他用手指触摸那块石碑时，突然一阵寒风刮过，耳边传来低沉的低语声：“你来了，终于来了。”他猛然抬头，水面上的波纹开始急速翻滚，黑色的水渍像被什么东西搅动，快速升起一团巨大的漩涡。他听见那从水中传来的声音越来越清晰，仿佛某个已经消失的灵魂在召唤他：“小婷，小婷。”那声音不再是阿倔，而是来自水底的那个女人，水鬼的真身。突然，水面猛地爆裂，一只长满白色腐烂水草的手从水中伸出，紧紧抓住了他的脚踝。那只手冷得像冰块，冰冷的触感让他几乎失去意识。小婷拼命挣扎，但水鬼的力量如同铁钳一般牢牢锁住了他的双腿。他低头一看，水中的影像令他几乎要呕吐。那个女人的面孔完全变形，苍白的皮肤如同腐肉，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，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：“你是我的了。”水鬼的声音变得沙哑，仿佛从地狱深处传来，有趣又充满诱惑。他感到自己逐渐被拉入水中，几乎要陷入无法挣脱的深渊。他的理智开始崩塌，脑海中充满了痛苦的回忆。阿俊死去的那一刻，自己未能救他，自己如何痛苦不堪。水鬼似乎已经知道他所有的秘密，他通过那些痛苦的回忆撕扯他的灵魂。“你不配活着。”水鬼继续低语，“你将永远与我同在，直到灵魂化作腐烂的水草。”小婷觉得自己即将被吞噬，仿佛所有的痛苦和回恼都要在这一刻爆发。她的意志开始动摇，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。就在她几乎失去意识的一瞬间，她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，那块石碑。她拼尽全力抓住石碑上的符文，用力地摸索。石碑的表面突然一阵剧烈的震动，符文开始发出微弱的光芒，水面上的漩涡也开始急速旋转。破咒！小婷在心中大喊，她用尽最后的力量，用力拍打石碑的符文。突然间，石碑发出一声震天的轰鸣，光芒大作，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随着一阵强烈的光爆，水面开始剧烈翻滚，水鬼的身影变得越来越模糊，最终消失在水中。小婷站在湖边，满身是水，气喘吁吁，脑海中一片混乱。她的手中依旧紧握着那块石碑，身体没有力气地瘫倒在地，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之间的挣扎。他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水鬼的掌控，但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身边的湖水在悄然变化。原本干涸的湖水开始缓慢地流动，水面再次泛起了波纹。这一次不同于以往的低语声，而是一阵更加清晰的呼唤声：“小婷，小婷。”小婷猛地回头，却发现那不再是水鬼，而是阿俊。阿俊的面容渐渐浮现，苍白的脸庞没有一丝生气，眼中满是空洞和无尽的哀怨。他的嘴巴微微张开，喃喃地重复着同一个词：“小婷，你还活着吗？”小婷声音发颤，她突然意识到，水鬼并没有完全消失，反而在她的生命中埋下了更深的诅咒。阿俊，他忍不住喊道，但他知道，这已经不是那个曾经爱他的阿俊，而是水鬼利用他的痛苦和回恼，重新伪装出的灵魂。就在他准备挣脱束缚，逃离这一切时，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：他已经无法逃脱。无论他如何努力，水鬼的诅咒已经将他的灵魂牢牢绑住。他和水鬼、阿俊以及这个被诅咒的琥珀，已经成为永远无法逃脱的命运轮回。湖面再次掀起巨大的波涛，小婷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波涛之中，仿佛成了水鬼诅咒的一部分。最后，湖水恢复了平静，只留下远远的低语声回荡在空旷的夜空中。